那我们看也提到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处长古立言，他也特别提到说，台湾居然是美国本土以外唯一可以做无人机认证的。那等于说在无人机上面，刚刚讲美国现在不是急着要卖爱国者飞弹，卖你很多的这个火炮去抵挡。美国现在最急的其实是台湾要去建构它的无人机产业链。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为什么一定要建构台湾无人机的产业链，是因为你面对中国未来排山倒海的这个所谓的攻击的时候，你现在买再多的这个爱国者飞弹，你买再多的所谓的这个船舰，你买再多的东西，你可能都有打完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台湾生产。那现在的问题是说，那台湾有这样的能力吗？还是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东西是对民党没有信心，对这个国家的财没信心？那我会觉得说，那我把这个都给你，你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不然你看到现在有很多风电的弊案，大家听了会怕。台湾真的有能力去搞无人机吗？这应该是这几天的新闻，就是说，2026年第一季出口的无人机已经到达了，好像是13万还是14万台。那这个应该就是刚刚稍早宝杰哥讲，就是出口给不管是波兰或者是捷克这部分。对。那这个其实我们正在做，也正在提升产量，但13万其实以严格来讲，其实也不是很多啦，也不是很多啦。那这代表说，的确台湾已经有厂商在做了，然后也是外销的。那它只是民用，它可能装个炸弹，它就可以上战场的。那只是说我们当然需要更多，我也会看到很多批评在讲说，现在某些厂商做出来都还是很垃圾不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不会 day one 所有人就有办法掌握一切，或把所有事情都做好。那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百家争鸣的状态，有很多家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有几家能够真的通过所有的考验，然后最后能够变成大量制造，就跟乌俄战场一样嘛。它其实是欢迎全世界各式各样的无人载具都去那边做挑战，然后他们来做试验，然后真的做得到战场上试验之后就可以大量生产，这有帮助嘛？那这个都是个过程。好，我问到帕尔马，拉奇他也有来到台湾，对。他来台湾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他认为台湾是最有能力，就是这些国家里面，对，我们最有能力生产无人机的国家。因为很多人讲无人机其实就是一个 iPhone 飞到天上去，对。所以然后刚刚讲，你包括你的晶片，包括你的这个电子传输，包括你这个赖打，包括还有你连玻璃纤维，台湾都有能力做。对，所以就是说从你的材料，外装那个外壳，你的这个所谓的大脑。你的联通、指挥联通，我们台湾都有。对，所以台湾是一个是有能力做这个东西的。对，因为我们也看到乌克兰这边，他们过去呢，可能大家都是用比较中低阶的这种半导体或者是晶片来做导航等等的事情。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是越来越用高阶的，其实哪里生产最多？台湾必岛必国，我们是最多有这个大脑，台积电就在我们这边嘛，所以我们的确是最有资格做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些所有相关的刚刚讲自行车，它有它的这些材料可以拿来做，就玻璃纤维拿来做碳纤维拿来做无人机。那他说这个是很典型的可以民用转军用的很好的一个例子，也可以打开新的市场，尤其自行车可能最近是。状况可能不好，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但 Palmer 其实不只是在台湾讲这句话啦，其实他也在日本，他在韩国也都会讲类似的话，因为他们在日本跟这些比如说 Mitsubishi 这些传统的重工业有合作。那在韩国，其实他跟韩华这一段，其实他除了台湾之外，有6、7个类似的地方都展开类似的合作。那但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在美国自己他也。成立他在俄亥俄州的或者在哪一个州里面，其实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工厂1号，占地非常的大，他就甚至他的这个厂房就放在以前一个旧的空军基地旁边，他占地非常的广大，他就是想要做所有人的军工厂，那他可以大量制造，那所以这不只有台湾，就是台湾、韩国、日本、澳洲、美国本土都是他要重振这些制造的地方。那我们前两天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也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乌克兰的战场现在出了一款新的无人机，那你知道我们这无人机里面，你是现在乌克兰最多的无人机是后面有个光纤，那有的是你要透过 GPS 的这个定位，或者我要有一个讯号，反正我后面一定要有一个不断的引导你。然后呢，所以你去反制无人机最好的方式吧，干扰。
当我干扰你，我把你的断讯之后，我就可以等于说让你这个无人机失联。那无人机失联了以后呢，那你就无人机没有作用嘛。可是他说乌克兰这个无人机非常可怕，怎么可怕呢？我已经断讯的，我已经用我所有的能力电子干扰了，我已经所有的阻拦的。他说没差，你把他的所有的讯号阻拦了以后，他自己会寻目标，也就是它变成一个标准的 AI 无人机，也就是我已经基本，所以很多人讲说，那已经一定是用到台湾的3奈米，至少是5奈米，一定是3奈米的那个，你才有办法做现场 AI 的判断。那后来就另外就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台湾我们跟这个波兰，我们跟这乌克兰也签了一个共同的这个所谓的协定，又代表说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已经，你刚才讲我们无人机表上是进到波兰，其实我们是进到波兰以后，我们进到乌克兰，进到乌克兰了以后呢，现在乌克兰所有的战场状况，因为我们知道战场情资跟战场图资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乌克兰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台湾都会收到。那台湾知道你这一块好不好用，或者这块怎么样，我们又可以处理。所以我们原来在不知不觉中，在无人机的刚刚讲在讯号啦控制上面，我们已经跟乌克兰的战场做一个连接了。对，实际上在实战经验上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也透过很多这个可能侧面的资料会知道说，中共可能在俄罗斯战场或者是在伊朗战场，他们也是可能默默的协助，默默的收集资料，但到底实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去参与这些前线的情资的收集，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说这些光纤，这些光纤它其实就可以不受到干扰，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用有点像线控的方式。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盾羽毛不断的一个攻防跟改善，因为它就是用干扰，我可能接下来用电波，我可能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最终的解法，就好像剪刀石头布，你出什么出另外一招过去。但刚刚宝杰哥刚刚讲，就是说 AI 它用自己原本已经选好的目标，在没有任何不管是 GPS 或其他导引的状况下，它透过地形地貌等等的方式去搜寻打击到它原本要打击的目标。这其实真的是最新型的科技的代表。对，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题目之后，我们当然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研究里面，其实我们都相信，在整个科技代差里面，美国还是完全碾压中国。特别是在你的这个所谓的太空军，你在这个网络部队，你在这个所谓委内瑞拉，你在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你非常清楚，就是说那个是代差是有的。可是我们只有担心一件事情，是中国的大量生产力。因为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美国能够崛起，不是说他一开始的科技是赢了德国，是因为他去征召了福特公司，征召那些大型公司，包括的通用公司，他们是一天可以造一天造一个坦克，一个礼拜可以造一个战舰、航空母舰，他们是用这种能量，然后才去取得他们在整个战场优势。现在担心的中国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有生产力？但是我后来看到有一个美国，但我们也不要这么害怕自己了，因为毕竟在这个美国阵营里面，美国的国家情报，应该讲他的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在这个所谓的参众两院这个听证会，我觉得那个真的讲得好好听。他说美国现在居然已经把中国他的所有的参数，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对，那他说为什么他们今天到了中国去，到了这个伊朗的战场上，中国的武器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他说因为我都知道你的参数了，而且他的东西比较慢，所以我知道我在怎么样去攻击你。他说你的荧幕里面你会出现假讯号，你以为东西来了，其实飞机来了，其实没有，或者是飞机从你前面来了，没有，我的飞机从你后面来了。而且我觉得他讲得更精彩是说，因为它是等于说是逆向工程，因为你的逆向工程我就照抄，所以中国的武器都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不知道，因为你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就不可以从根本去改造，你只能去复制去仿效的过程里面，所以我都知道你会漏掉什么东西，所以他讲得很妙，就是说他曾经甚至中国他们也有无人机队，对，他说他们让一个无人机队整个掉头回去，我觉得如果让那个无人机掉头回去很有趣，是说我可以让你掉回去，对，那我有没有可能让你掉头回去再攻击你？是，所以其实在这种，我觉得在这个无人，你刚刚讲的这个它的这个网络司令部跟这太空司令部，美国这几年来，特别在软体，特别你的这个笔电上面的 Palantir， 对不对？他们真的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极大的优势。对，因为但我们刚刚讲这些所有无人机，我们当然都觉得它进步可能会非常快，但这中间其实会有非常多的洞。最根本的，其实我们在讲，中国其实它有很严重的贪腐问题。
对，我们刚刚讲，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火箭里面是不是掺水啊，他的这些军武们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如我们预期里面的 work？ 就像宝杰讲，他其实有很多洞，他其实搞不好已经被骇客满都，尤其日前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大量的资料被外泄了，那整个参数所有的资料都已经被卖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他们的天河1号，本来是在天津的那个电子运算中心里面，居然是几个 TB 的全部都被拿出来。对，你说美国没有拿到，我个人是不相信的啦。那所以看一看之后，他们就会知道更了解对方的长相了。所以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在 AI 的模型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在讲字节跳动出来的一个应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之类的，他们就在讲说，其实这里面就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来，这里面有很多类似 AI， 就是说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做了 AI， 我们只是把它蒸馏出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细节。那这个其实这细节可能是这代差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实际上 AI 模型呢，其实并没有在拉近距离，可能慢慢的在拉大距离，然后再来是刚刚这个 NVIDIA 这些硬体的算力等等，这也是让中美会拉大距离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有好多的这个方面，其实是也许我们又可能不需要那么担心，但是它的确都有这些缺点。所以台湾这边就跟他讲的，为什么我会对最近的军购里面特别挡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生产，我会觉得非常的火大。对，刚才讲。其实现在重点在这嘛，就是说我要不要买爱国者飞弹，当然要买嘛。是，那我要买 MY-A2 的这个的战车，我该买嘛。但是美国现在也愿意卖嘛。那你现在重点不是买这个美国要给我的武器嘛？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你中间我不能让台湾出现空窗期嘛。那台湾必须要有长期自主的部分。如果我的无人机产业链可以建构，那我可以在这边等于说，我可以在水下我可以设置10几甚至上百的无人舰，那根本就神出鬼没。我的空中可能是数千上万的无人机，而且那些不会有人命的问题，它的成本也相对来低，那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也非常的高。甚至刚刚讲，它不但是盾，它也可能是矛。我不但是等于说自我防卫，我也可以作为一个主动进攻的部分。所以在谈这个部分，而且台湾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而且美国愿意给你材料。不，以前我们最讨厌美国就是他都留一手，东藏西藏，他都留一手，他都不给你。那美国好不容易这次愿意把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技术，把软体，把很多东西给你，就你台湾居然还在那边扭扭捏捏阻挡这，我觉得他不是扭扭捏捏，他是根本在帮中国在解决这，因为中国我们这样子看起来很简单嘛，中国对爱国者飞弹觉得是问题，你对你的雄山是问题，你对什么是问题？可是对中国来讲，他现在要去处理的问题是你无人机问题嘛，所以你台湾只要你无人机产业链没有建构好，中国就可以去建构它攻台的时间点。那它只要攻台时间点建构的时间点确定了，你台湾如果没有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产业链，你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无人机，那你只有8天的存活时间。对，你过了8天，你就是空窗的；过了8天，你就不知道你的明天是什么了。那中国是一个100年来计算它国家时间的人，那你就把台湾，我火大的是说，你就把台湾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不相信马文君不知道。我不相信国民党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硬干到底，他们硬干到底是这种态度跟存心，我觉得我无法理解。对，这就像宝杰刚刚说，他们肯定就知道这件事情开始在阻挡这件事情，他们一定懂啊。对，Palmolaki 也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其实就是要把8天拉长到80天，对啊，到800天，是啊，让这件事情变得困难。那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更有安全的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理解下一场战争我们要面对的思维是什么。我们要有 F-35，我们要有爱国者飞弹，我们要有最新的坦克，我们要 F-16V， 这个都要。但是无人的这种，我们不能小看它，也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全世界乌俄战争以来、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到的绝对趋势。我们不能输在下一场战争。对，你就看到连伊朗这样的国家。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对，他都有无人机，他就对美国造成威胁，他可以放一堆水雷，造成海峡的困扰。对，那我们更应该放更多的水雷，造成更多人的困扰。那如果伊朗他今天这样，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很妙，就是说你拿伊朗战争，对，然后去讲美国很糟，对对。可是你应该从伊朗战争看到说，一个伊朗这样的国家，你如果拥有了无人机，你拥有了水雷，你拥有了布雷设施，你就会对美国造成这么大困扰。那如果是台湾，我不是会对中国造成更大困扰吗？没错，就是我们这个设身处地来想，
伊朗都可以造成美国这么大的麻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办法造成更大的损害跟麻烦？但他们思考说，哇，连美国人都这样灰头土，如果是这个思维的话，对啊，美国人都这样灰头土脸的话，那是不是要打过来之前会更灰头土脸？所以你现在要学伊朗，就是你真的要去搞无人机，用那种以小博大，搞到你这种鸡飞狗跳，你而不是说你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战争行为来去想象这件事情啊。对，所以AI 化、大量化、便宜化，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注重的事情。是，还有那个，我觉得说，其实最后我就谈到这本书，我其实看你这本书，看到那个拉起的生长过程。对，其实我对美国，我有看过这个贾伯斯传，对，我有看过这个比尔盖茨传。你看他们很可怕的是说，比尔盖茨开始要做的时候，他是一个国中国高中生，湖州中学吧，湖滨中学，对。他就可以有资源去到啊，那个就美国中产阶级，哇，真的很棒。然后贾伯斯他要开始搞电脑，然后呢，他的 Fox 就可以有，他就是开始去买东西、买零件，然后他甚至可以去寄信给这个 HP， 打电话给 HP 的老板，HP 老板就给他了东西。对，我就觉得说，其实台湾也是这样，你台湾也是我要什么有什么，就说一个国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写一个东西很妙，他说。美国是有能力0到1的国家，就是说他什么都没有，应该这样的，这个东西不存在。可是以美国的环境，美国人的那个这个土壤，他的这个在自己的车库里面研发的这种态度，那他甚至你自己在家，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自己家搞一个爆炸，不是什么了不起，在中国就是大事情了，所以他可以做到0到1。可是中国是做1到100，你给他偷学一个，他可以很快的复制到100。这是这2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差别。那这样很大的差别里面，刚刚讲到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比较有趣是0到1的这个 know how， 我要把你挡掉了，我不要让你知道为什么有0到1。对，那让你不知道0到1的时候，两边的差距就是开始慢慢拉大。其实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对我们的安全就是，当这个差距拉得越久，拉得越大，我觉得对台湾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对，因为其实有另外一本书叫《苹果在中国》。对，就是在讲苹果制造业把他们的制造完全移到中国去，就是苹果最聪明的人，这个 Johnny Ive 或者是其他设计师，把他们精心打造好的原型，苹果的 iPhone 原型做好之后，拿去制造，拿去了中国。那然后呢，这些工程师手把手的教中国如何做这些东西，甚至买好所有的机器给你们做。那里面提到说，原来美国就是苹果在中国投资了70亿美金，对，就是你所有的机台都是苹果买的，对，然后去建构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对，有这样的供应链，那其实应该讲那是苹果、鸿海我们的还有台商们去建构出来的，对，所以等于是说中国这个制造能量是由美国去扶植出来的，那也造成了美国自己制造产业的空洞化，对，所以这应该是这30-40年的事情，所以美国人现在要重振这件事情。美国人因为了过去10年或甚至乌俄战争，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无法快速大量制造这些武器是一个硬伤啊。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乌俄战争某种程度上启发了美国或保护了台湾，因为让美国人知道说，哇，我们有这么多缺点，对，我们现在要开始改进。因为刚刚讲的，你的生产能力你就差别非常大的。我很喜欢那个弗里曼，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跟他女儿的对话。他跟他女儿讲，他说：“30年前，我们叫小孩子说你要好好吃你的饭，他的说法是说你要好好把你的饭吃掉。你知道中国的小孩现在没饭吃吗？然后他现在的说法是说，你现在赶快把你的饭吃掉。你知道你不吃掉，中国的小孩子把你的饭碗抢走。然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他住在华盛顿。”他说华盛顿的哪一个地铁的那个电扶梯，它已经坏了2年多了，没有修好。可你知道，在这个电扶梯坏掉的过程里面，北京的首都机场已经盖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生产能力的这种拉大，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现在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心理威胁。对他们，我现在看到他们说他们会在矽谷的北面做一个类似这种制造业的中心。我看了一看。我觉得他就想复制竹科，或者是像深圳，他希望是一站式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然后是你看起来，但是那个地方看起来很漂亮，就像是美化版的
这个新竹园区，你就觉得哇，美国人现在其实我另外看到一个报道，在德州的一个类似沙漠地区，有一些疯狂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希望把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美国人真的现在在意识到，他们叫做再工业化，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之一了，所以我们不能轻视美国。从2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动员的能量。但是当他们认真的动员起来的时候，去让刚刚讲福特这些通用这些公司开始动起来的时候，应该会是不得了。但现在就是冷启动，那再多给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不同样的美国，不一样的。也许好，那放到最后一面，就是你在这个书本一开始讲说。其实他们出了一个矽谷的毛病，就是我们不要跟战争，我们不要跟 no evil，就是我不要跟任何邪恶的那个东西。然后当然是 Google 啦，包括他们都有问题。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在慢慢在改变嘛，也就是说，因为你一开始讲矽谷本来就跟美国军工产业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美国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晶片，美国开始他开始要用晶片去装在飞弹上，就是他们越战上面的一个经历。那现在他们在美国这个部分，他们矽谷。现在跟美国国防工业的整合会越来越密切了。对，在10年代左右，其实很多的这些矽谷公司，他们其实就像苹果啊、像 Google， 他们都想进中国市场。所以第一个是他们必须要切割，说我们跟政府无关，我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那这个是为了赚钱，这是为了赚钱，这是为了赚钱的部分。第二个是在早期的员工里面，其实在网络上使用者，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爱好自由、反对战争的，所以他们对于公司沾上的这些军武的元素。比如说 Google 说我需要做国防部的标案，或 AWS、Amazon 他们要用让国防部使用他们的基础建设，都是被反对的，员工们都会出来抗议，联署信等等的。那这其实本质上在于2010到2020年左右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他们有去看过这些员工的捐款的捐献名单，其实可能90%都捐给民主党，对，只有可能10% 是给共和党。所以当川普上任之后，其实矽谷是非常无法接受这几件事情的。那这一件事情，也造成了 Palmer Luckey 他必须离开 Meta。我在书中里面会有提到这件事情。那到了现在，这转捩点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乌俄战争。他们发现了，其实独裁者其实还真的是存在的，并不是一个虚拟出来的，就战争还存在，战争是存在的。他们现在最喜欢用的一个中土的比喻是说，哈比人之所以能够在夏尔这个安居乐业，并不是说并没有这个魔王大军在那边，而是真的有人类帝国这个精灵帝国在前面挡着，并不是刚果人在打在守着，所以并不是说战事没有在发生。那到了2021年之后，大家发觉真的在打。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此刻看。Meta 现在跟 Anduril 在开发这一种战场的单兵的眼镜、头盔眼镜，然后呢，这个 Google 或者是Palantir 现在就是专门的在做这些所有战场的 AI 的工具，那这个也是已经在发生。那 Google 或者是 Amazon 他们也都可以让军事这个国防部的案子进来了，那这个代表他们整个风向都已经在改变了。就像 Anthropic 他其实也不是反对我跟国防部合作，对，他只是有2个底线，对，而且他其实这个2个底线是我对 AI 的不信任，对，其实等于说现在看起来的话，像美国的这个科技界，美国的矽谷，现在是跟美国的国防部他们的这种合作是越来越密切，而且我觉得你对他们的股市也很有趣，他们现在股市也大涨很多吗？对，因为这整个是 AI 热潮的关系了。那我个人现在非常的相信，就是第一个是其实台湾已经受惠非常的多，我觉得听众们观众们其实都非常的都可能研究比我更好。就第一个帝国卫星太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就是要重回月球，在月球上面做基地，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事情。那接下来有非常多相关的产业都会受惠，包含了台湾非常多的硬体产业。那第二个其实也是相关的，就是军武。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川普他说我要做一个这个黄金圆穹，也就是这个一个弹道防卫系统。对，那里面的得标者呢，除了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国防部大巨头们，这里面还包含了 SpaceX，因为卫星嘛，因为太空。然后那 Anduril 其实也有在类似的太空的专案里面有拿到钱。那 Anduril 跟 Palantir 也拿到这个黄金圆穹的合约，尤其是在软体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Palantir 它是在处理战场战术这部分，然后呢，这个 Anduril 是做边缘运算，也就是无人机这些控管的部分，所以合在一起来做这整个的软体。那我个人对于这所有事情，就是太空
国防、AI，这是一体的。那这是一体的状况下，这些运算、这些算力的硬体来自于哪里？台湾。那对于软体这些比如 Google 啊这些巨头之外，另外一个很值得投资的标的是台湾相关所有受惠的产业。所以台湾现在等于说我们纳入了美国这个系统，这越来越密切。对，反而不只是细盾，而是我们整个硬体对于整个不只是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所有这些供应链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好，因为我自己过去我也当然在战争想象我有很大的缺点，就是一开始讲的，我讲战争我讲就是船坚炮利嘛，那你要保护台湾的安全，我们就多买几盖国者飞弹。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雄三飞弹，我们也有这个什么那个天宫飞弹，那我们的台湾的安全应该保护得了啊。可是看到这本书里面，再看到了最近包括这所谓的兵推，你面对的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巨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你就算挡住它的第一波挡住它的第二波，它是有那个能力源源不绝将它的武器、将它的弹药送到前线。所以台湾要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敌人，你的底气不只是说我要跟美国买很多的飞弹，那个库存总是有限。台湾有没有办法去建构我们的生产链？你要注意哦，这不是现在讲的哦。其实从蒋介石开始到蒋经国开始，他们当时要去保卫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中科院？为什么我们有什么的兵工厂？我们当时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想法，就是台湾一定要建构自己的军工产业，台湾一定要有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要有生产保护自己的武器。当台湾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台湾的安全才能够获得保障。所以谢谢法克斯来接我们讨论，谢谢，谢谢宝杰哥，谢谢各位观众。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5里面，你特别就是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